那孩子骑的是什么物件？陆县长说的对，人得多读书，不然连自行车都不认识，真笨。这就是那帮朝臣说的，连年灾荒，饿殍遍地。陛下，南郡知县路人贪腐害民，罪证确凿，臣请斩路人，以正国法，以安民心。臣等请斩路人。州县失察是朕之过，待朕查实，朕定将所有涉事奸佞尽数剥皮宣草，绝不姑息。这就是南郡，回小姐，正是，只是没想到这路竟修得比京城官道还平整。官道修整得如此妥帖，倒像是早有准备。莫非朕倒要看看，这位陆知县到底藏了多少见不得光的把戏？城门刻意分2道通路，贪官巧立名目敛过路银。劳驾二位暂且让一让。天热生鲜久放容易腐坏。放肆！你一介平民竟敢……双儿，不可无礼。是，小姐。敢问生鲜通道缘故？二位该是首次入城访客。生鲜通道可是老爷专门给我们这些穷苦农民定的。凡是拉杀蔬菜和生鲜的商贩，可以优先通过。一个贪官，真能为了新鲜蔬菜和瓜果卖个好价，而特设通道吗？麻烦车上的小姐过来登记一下。小姐。这位军爷，我们初来乍到，请问入城需要哪些手续？登记一下姓名籍贯就行。小姐，咱们该如何应对？第一次来的话，推荐买一份南郡指南。南郡指南？小姐，可是看出什么不对劲了？无事，先找家客栈落脚下。这里的人都不看路的吗？这次又是什么？林霜，够了，前面出了什么事？回小姐，2辆马车相撞，带翻了旁侧小贩的推车，人已受了伤。必是高门大户的车马横冲直撞。寻常州县官官相护，这小贩无钱无势，少不得要白吃这个亏。世家横行，官府偏袒，本是天下州县的通病。这南郡偏处江南，想来也脱不开这一套旧规矩。快腾地方，把担架抬过来！救护队，这是什么官署的名目？我走南闯北，竟从未听过。过去看看。稀奇，众人竟齐心救人，没有推诿和争持。这便是救护队，倒是头一回见。第一条，城内施行交通管制，望见红牌则停，绿牌则通行。第二条，城内设公共厕所，严禁随地方便。第三条，禁止占道经营，违者可向县衙举报。这倒符合朕给那天下学子定的诸般规矩类似。莫非这知县还是朕的学生不成？老板，可否给我来2笼小笼包？好嘞。南昭县繁荣度+1，
南昭县繁荣度+1，南昭县繁荣度+1。包子来喽！公子可是南郡本地人？在这儿待得久了，也算半个本地人。我观小姐气度不凡，倒像是从京城来的。公子如何看出来的？小姐气度金贵，举止从容，绝非寻常人家出身。南郡少有这般气度的来客。你初来南郡，若遇麻烦，可寻我搭把手。那便谢过公子好意。无妨。一介寻常百姓，有这般眼力与言吐，这南郡果然比预想中更不简单。小姐，您回来了。方才不见你，可是去查探了？是，属下跑了半座城，查到不少事情。说，如今南郡治安清明，3年来无一例拦路劫掠、恶霸欺压之事。可3年前路人上任前，这里匪患横行，官吏贪腐，民不聊生。是他亲自带人剿匪，整肃吏治，凭雷霆手段才换了这番局面。生仙通道之事，却是他刻意为之。他若真是贪官，如此做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小姐，属下还查到，他亲率百姓疏通水利，抄没城中劣绅地主的家产，所得田产尽数分给流民，南居百姓无不感恩戴德。双儿，那你觉得他是贪官吗？属下认为绝非贪官，除分田安民外，他还开出3年免税之诺，招商化，大举兴修工坊治政，民间称其为以商代农，以工代农。以商代农，以工代农，正是。陆知县还慕名做工，发放薪饷，修建学堂、医馆等公共设施，放言要让治下百姓都上得起学，都看得起病。好一个胆床包天之徒！应天城内也只有权贵子弟能入私塾，他一介知县，竟敢放言让平民皆可读书就医。小姐，属下以为他绝非狂妄之徒。哦，何来此说？属下一路查访所见，他所行都是安民兴邦的实事。莫非他真是大前军鼓能臣？可为何州县奏报之中从未有过半分记载？据传陆知县素来与京中官员不和，回越宰相李崇贤的招揽，他先前数次上奏致策，全被中途截流，石沉大海。此后便再没递过一道折子。好得很，好一个李崇贤，竟敢贼喊捉贼！收拾行装，随我去会会这位南郡知县。烦请通传你家县老爷，我们有事求见。实在不巧，我家老爷一早就去城外新工坊视察了。新工坊？可不是嘛，这阵子大人天天泡在那边，说是要造些前朝都没有的新物业。你是说新物业？啊，是啊。走，去城外寻他。小姐，我们不进县衙等候陆大人了。人总归要见，只是不必在县衙哭等，索性直接去他的工坊，正好亲眼瞧瞧那些前朝未有之新物质到底是什么名堂。小姐，前方便是陆知县所建的厂区。陛下，属下已探明，厂区戒备森严，外围有亲卫昼夜值守。可探清厂区内是何用途？只见大量钢铁、煤炭运入，具体产出尚无法探明。工人皆是本地百姓，从不与外界接触。一介知县竟修建如此规模的厂区，行事隐秘，实在可疑。行事越是遮掩，内力越有文章。
谢凌渊，你上前通传，就说我们是京城来的商人，想求见陆大人，见识一下他手里的新物件。站住！站住！厂区种地，闲人免进。我们是应天来的商行东家，特来求见陆大人，商谈大宗合作。大人，大人。见陆大人。正是，我们远道而来，烦请通传一声。诸位稍后。小姐，你说他会应允我们入内吗？他若行事老裸，便没有拒而不见的道理。陆大人准了，诸位请。南昭县科技度+1，南昭县科技度+1，南昭县科技度+1。是他，刚入城就摸到厂区，多半是应天来魏府查访的，摸不清他的底细，先稳妥应付过去再说。诸位远道而来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望海涵。陆大人公务繁忙，是我等冒昧登门，叨扰了。是他，当日包子铺一别，竟想不到他便是这南郡知县。陆知县，我名萧九，这是我的随行管事凌霜。我等从应天而来，听闻南郡百业兴亡，多有新奇造物，特来寻访商机。萧小姐别来无恙，没想到竟会在厂区与小姐重逢。我也未曾想到，公子便是这南郡父母官。小姐何时与陆知县有过交集？萧小姐既想看南郡的新鲜物件，下官便不藏私了，请随我来。这里是火炮组装车间，所有零件统一规格标准化生产，损毁后可直接替换。标准化生产。这便是标准化生产的要义。统一规格既能提升产能，压低耗损，也能让边境驻军快速换装补给。可这些皆是军械火器，私造乃是重罪。哼，那又如何？大人，3号炮调试完毕，随时可以试射。来得正好，便请萧小姐亲眼看看南军的火器成色。陆大人，我有一事请教。但说无妨。陆大人耗时3年，私铸如此多的重型火器，究竟意欲何为？萧小姐应当知晓，北方鞑子年年南下劫掠，无恶不作，边境百姓民不聊生，他们却只当是打秋风。我造这些火炮，只有一个目的：御为敌，守疆土，保百姓安宁。筑一道钢铁长城，叫鞑子再不敢踏我大前边境半步。走起，带诸位大人观看崭新的表演。百闻不如一见，萧小姐看完试射，自会明白。大人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萧小姐，看好了，发发！
这还是初代旧款，眼下研发的后陶装填炮射速还能再提1倍，竟能提升如此之多。仔细核对各项数据，不可有半分差池。是，大人。有此等利器镇守边境，何愁鞑子不灭？这里是南郡的核心所在，全郡新技术皆由此研发，蒸汽机、纺织机、新式农本皆是从此处落地推行。这是最新研制的脚踏式风扇，两位小姐可以试试。本小姐现在像是御风而行的仙人。我的好小姐，注意仪态。此物甚好，风力颇为强劲。上车吧，我带2位去一处地方看看。这马车竟如此平稳，连应天的上等车架都远不及它。车底加装了弹簧减震装置，便是坑洼路路也能走得稳当。弹簧在哪儿呢？带本小姐找找。哎，我的好小姐，您能矜持些吗？不单平稳，脚程也比寻常马车快出许多。大人，到远程试验场了。回大人，各项参数悉数达标，最终射程较上次又远了500米。做得不错，月凤提1级，对应福利一并补发。福利，俸禄之外的规制。尝尝工人食堂的白面馒头，管够。陆大人，冒昧一问，你方才说的福利究竟是何规制？这是南郡定的规矩，统称为5险1金。但凡在工厂衙门上工的人都能按例享有。哇，这么厉害！5险1金是啥？年迈退休有养老钱，生病求医有衙府报销，生育有银两补贴，连买房都能向衙府申请低息借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带薪年假、工伤、福信、节日补接。这些都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百姓无后顾之忧，方能安心做事，南郡也才能生生不息。我走南闯北多年，今日才算真正大开眼界。此等规制若能长久，百姓何愁不能安居乐业？看似处处为民谋利，内里只怕另有文章。小姐何出此言？属下一路所见，南郡百姓却是衣食富足，治病出资，受伤抚恤，生子帮扶，这般承诺可谓前所未有。他以此画下安稳前程，说到底是在笼络民心。他能以力聚民心，以后路揽贤才，此等臣子若一心向公，便是大前之幸。可若他心存异志，萧小姐，既然来了，不妨过来看看我们的新式采矿机。他越是面面俱到，便越让人放心不下。这般难以掌控的能臣，朝堂之上，怕是无人能容。这是矿区的收支总账，每一笔进出都清清楚楚。萧小姐若有疑虑，尽管翻看查验。养老、工伤、医疗各项保障开支远超原矿收受的盈利，这笔亏空，你是如何填补的？陆大人用的是以工代战的法子，
周边逃难的流民全招来挖矿管饭，既省了赈灾粮，又补了人手。不止于此，矿石不直接售卖原矿，就地炼金铁，打造成农具军械再出手，利润翻了3倍。就连废石矿渣也烧成砖块，铺成路面，半分都不浪费。大伙有活干，有饭吃，伤病养老都有指望，人人肯出力，产能1年高过1年。跟着陆大人，日子有奔头。以工代战，循环生利，竟有这般治国手段。钱财本就是身外之物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若想见识，我便带2位去个地方。没想到大人的县衙竟如此简朴整洁。过来吧，衙门是办公的地方，能用就行。银钱花在民生上，比装点门面有用得多。大人一心扑在百姓身上，半分私利也不谋，就不怕旁人说你沽名钓誉？私利？等南郡建成天下第一县，我就能拿到系统奖励。回去啦！这话说出来也没人信。萧小姐说笑了，我可不是什么圣人。沈策，上茶。我平日只饮清水，这粗茶是前几日客商到访才备下的，多有怠慢。行事务实，居所简朴，处处井然有序。这般能臣，竟被污蔑成贪墨恶官。莫非如此简陋？萧小姐此番来南郡考察，可有看上什么合适的生意？是盐，这般纯净细腻的盐品，比宫中御用上等盐还要上乘。小姐，您看，此盐品相绝佳，纯度世间罕有，不知大人是从何得来？这般精盐在南郡并不算稀罕物。只要我愿意，想要多少，便能造出多少。如今南郡已建成完整的制盐工坊，量产此物轻而易举。何谓量产？就是以统一的工序与器具，批量熬制停熨，成本低，产量大。便是皇宫之中，也难寻这般精细的精盐。萧小姐若是中意，这罐儿便送你了。大人手握这般生财绝技，平白送我如此厚礼，就不怕我别有所图？萧小姐说笑了，一罐精盐算不得厚礼。若能借小姐之手，让南郡精盐走进应天，才是真正的价值。这么多品相上好的精盐，若批量运往应天售卖，定然能打开极大销路。这正是我想与2位谈的生意。陆大人身为朝廷命官，竟也亲自插手盐货买卖。萧小姐误会了，这生意赚的每一分钱都不会进我私人口袋。南郡整治军备，修建学堂，开设医馆，处处要用钱。朝廷赈灾银半路被劫，府库空空，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开源。寻常百姓吃的多是混着泥沙的粗盐，久食伤身。这井盐经多重提纯，咸纯无杂，定价又低廉，普通人家也吃得起。应天人口100万，平民基数最大，这才是最稳妥的销路。可盐市向来有行规定价，精盐压到这般低价，再算上转运应天的运费、沿途损耗，除去成本所剩无几，根本撑不起南郡的开支。这正是关键所在。我自有法子让南郡营盐在应天站稳脚跟，让百姓都认准了买。哦，
不知大人有何妙策？百姓生计本就清苦，平价盐只举薄利，本就不是赚他们的钱。寻常百姓只求盐净价平，平价精盐足够日常食用，不必追求精细品级。要填补府库亏空，便从富商士族身上着手。他们家底殷实，重体面讲排场，愿为上乘好物耗费重金。我要让南郡上品精盐成为士族富豪间彰显身份的稀罕物事。此人当真是奇才，旁人卖盐死守行规，他却分当施策，名声与府库两头兼顾。陆知县这分党经营的法子着实高明。小姐过誉，在下所作所为，皆是为了南郡百姓。只是我总觉得，大人手中恐怕还藏着更多未曾亮出的底牌。萧小姐既是来谈商日，单看盐品未免不够，这边还有几样新造物，想必小姐会感兴趣。这镜子竟比铜剑清晰数倍，连发丝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陆大人懂制盐，通火器，连这些精巧物质也能造出来。我走南闯北多年，从未见过这般层出不穷的新奇造物。都是些实用的小玩意儿，能让百姓日子好过些罢了。小姐，刚收到消息，县衙粮仓遭人纵火，被当场拦下，人犯已拿获。粮仓失火，想来是有人见南郡日渐安稳，周心莫遂走，存心作祟。县衙布防周全，既然拦下了，便出不了乱子。人犯慌乱间漏了口风，主使司事京中来人，与御史大夫李崇贤有关。什么？李崇贤？人犯已审明，主使确是李崇贤。确已查明。小姐，此事干系重大，属下也不敢轻信。会不会是人犯贪污朝中重臣，意图脱罪？谢灵泉，属下在。我若此刻派人回朝声张，他只需一句京城客商妖言惑众，南郡的真相便无人会信。传我手令，纵火犯供词知府账册历年卷宗，一样不漏交由陆大人封档。是，属下带人贴身押运回应天。拿到实据之前，我仍是路过的京城商人，谁也不许声张。陆大人，我心绪难平，陪我再走走。这县里的事我还没看够。老板，你这摊子一年给官府交多少税？税？我们这儿不收商税。不收商税，那官府分文不取，就交每月30文的摊位费，再没别的了。什么过路钱、铺面钱、节气钱，听都没听过。客官，你是外乡来的吧？别的地方苛钻杂税多，我们南郡可不兴这套。朝廷订立商税30取1，他竟连商税都免了，只收30文摊位费。不收税，钱从哪儿来？我们县太爷会赚钱啊，盐坊、糖坊、玻璃坊哪个不挣大钱？官府的钱从作坊里来，不从我们老百姓兜里掏。我听说外头官府狠着呢，种地交税，买盐交税，连家里多生个娃都要交税，把老百姓往死里榨。你穿得这么体面，是京城来吧？是。哎呦，那你可遭老罪了。这个给你，拿去用。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听说京城天子脚下税最重，老百姓最苦。皇帝住金銮殿，底下人一层层扒皮，可怜啊。一个小贩，反倒在可怜我这个帝王，而百姓被层层盘剥，伸手的却是我倚重的元老。
陆大人，我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州县，今日才知，有些官府的做派，竟连寻常小贩都不如。萧小姐肯驻足听百姓半句苦，已胜过太多身居高位之人。走吧，再去别处看看。这般多孩童读书，树身想必不符。姐姐，我们上学不用花钱的。不用钱？县太爷说了，不光不用交钱，家离得远的中午还能在学堂吃午饭，也是县里管。读书是每个人的本分，学费全免，连笔墨纸砚都是县里发的。县太爷说，不能让任何人因为穷读不起书。姐姐，你们那边上学要很多钱吗？是啊，姐姐那边还有很多孩子都读不起书。那你们那儿的官也太坏了。南郡推行全民免学、兴办义学这么大的事，朝廷无半九流闻，御史衙门也从未善报。派人去府城彻查御史对南郡究竟知情多少，我要知道他到底瞒了多少事。陛下，御史衙门称南郡卷宗3年未改，仍记着地硕民贫，易子而食。半月前他还递了折子，再请30万两赈灾银。至于县中义学、工坊诸事，卷宗内只字未提。知府勾结金权贵中饱私囊，御史失位素餐，治下县城富得能办全民义学，他反倒年年装穷跟朕讨要赈灾银。陛下，京城八开里加急，李崇贤谎称陛下遇刺被反贼挟持，以矫诏把持朝政，百官大半依附。朕的朝堂轮得到他李崇贤做主？陛下息怒。你何时知晓的？陛下过问公访细节时，臣便起疑，一路随行，观陛下气度言行，早已确认，臣不敢贸然戳破，扰了陛下微服部署。那你今日为何又敢认？李崇贤既敢矫诏，下一步必遣死士截杀陛下，坐实遇刺流言。事态危急，再隐瞒身份，只会陷陛下于险境。陛下此刻该明白，臣为何守着南郡一线不愿入京。京中诸人不是不知南郡能让百姓饱腹，是根本不在乎。百姓越穷，他们越易盘剥。南郡富了，断了他们财路，他们恨不得将此地从舆图上抹除。臣把南郡治成这般模样，在他们眼中不是功绩，是死罪。好，好得很。朕还没死，李崇贤这群腐儒就急着把持朝岗了。陛下，咱们即刻回京，只要您现身京城，谣言自会不攻自破。回京？朕这一路回去，李崇贤只需在半道设伏，再放出风声，说朕已被反贼所害，朕活着回去就是被反贼挟持的假货。他要的从头到尾就是朕回不去。竟如此歹毒！陛下，既然回京是死局，那就别回去了。我们等京城的人来南郡。凭一个县城对抗把持朝政的文官集团数万兵马，陆大人，你这话未免太轻狂了。哼，陛下，跟我来。
我这个县令的家底可不止这些。火枪能连发，装弹这么快？举枪！我改制的定装弹，熟手数息一发，300杆齐射，顷刻间便是遮天蔽日。朝廷神机营也做不到。昨日陛下所见的是最小口径，这一炮下去，半里之内寸草不生。这是何物？爆雷弹，埋入土中，人马一踩便当场炸开。一片雷举，足以让上万骑兵有来无回。路人，你私藏这等杀气！按大前律例，私藏重械当满门抄斩。陛下要治罪，臣随时领受。可陛下不妨想想，3年前朝廷早已将南郡视作弃地。灾年无人赈济，流匪四起无人评判。我不造这些军械，南郡百姓该怎么办？好，朕此行本是来查办贪墨县令，如今看来，真正该问罪的全在京城。路人，朕问你，李崇贤若发兵来犯，你这南郡守得住吗？报！东南30里外发现大军，打李崇贤在其后，号称6000，称是前来迎驾。迎驾？用6000大军迎微服的帝王，分明是来灭口的。陛下，请随我登城，一看便知。这便是你守城的底牌。陛下看好便是。奉朝廷军旨，路人私铸火器，擅修奸城，图谋不轨，速速开城自负请罪，尚可饶你一城百姓性命。朝廷旨意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来南郡撒野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！传令攻城，破城之后，府库财物任凭弟兄们自取。既然送上门来，就别想囫囵回去。传令炮队预备，炮队放。这是什么邪物？传令下去，清扫战场，补修垛口，加派岗哨谨防敌军后续反扑。 6000仙妃，一炷香的功夫就溃不成军，连主将都当场殒命。这水泥城墙还有火炮、火枪，威力竟如此惊人。打造军械、修筑县城，想来耗费定然不菲。城墙、火器加之后方攻防。 朕记得朝廷已经3年没给南纠拨过1两饷银1粒2米。你一介县令，守着这巴掌大的边地小县，到底是怎么凑出这么多钱粮的？陛下若想知道其中信行，随臣去账房一看便知。先生，陛下想看看南郡今年的收支总账。3年前陆大人刚来的时候。 南郡府库亏空，全年岁入不足1万两，连衙役俸禄都凑不齐。那如今呢？去年全年总账，刨去工坊成本、工人工钱、百姓抚恤、城防修缮各项公馈，精盐、玻璃、农具3大主房加粮食商税，岁入净余 120万两，大庸国库年入1800万两，上等大县岁入不过30万两，这偏远边地小县岁入竟抵得上4县之多。 3年光景，从岁入不足1万两到年余120万，仅凭1县之地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说穿了也没什么玄机。 陆大人到任后，先办工坊，教百姓手艺谋生；再平粮价，断奸商盘鳖；又修水利，拓良田，保收成。旁人做官是盯着府库捞银子，
我们陆大人做知县，是带着一县百姓一起赚银子，货好价实，百姓能谋生，能吃饱，府库自然就满了。只可惜就守着这一县之地，本事再大也铺不开。你有复国之法，有治民之才，聚财练兵样样精通。以你之能，裂土自守都绰绰有余，为何甘心只守着这一方小小知县之位？不然呢？你竟问不然？对我而言，治下百姓安居乐业，做知县能护一县人安稳，便够了。陛下，京城传回消息，李崇贤一党倒台后，设摊赈灾营，勾结奸商的一众官员望风潜逃，已被南郡巡防营全数截获，就地处决。查抄的赃款赃物尽数冲入府库。跑得倒快，只可惜摊了3年的烂账，不是一死就能一笔勾销的。朕原先只道南军土地贫瘠，如今亲眼所见才知，不是地养不活人，是贪官吸光了百姓的血。一县之地，你3年便能盘活，可偌大的大雍，这样欺上瞒下的官吏还不知有多少。百姓要的从来不多，只求一口饱饭，一身安稳。吏治清明了，活路自然就有了。走，去前面村里看看，听听百姓的真心话。又是官府的人，年年审查，年年喊穷。我们百姓的死活，你们几时真放在心上过？老人家，我们只是路过，听您这话，莫非以前的官员待你们十分苛刻？苛刻都是轻的，那些巡查的官儿，每回只在县城转一圈，回去就报我们饿殍漫面，骗朝廷的赈灾银。朝廷发的银子，我们半文没见着。他们还跟粮商勾着手囤货抬价。去年青黄不接时，粮价翻了3倍，逼得多少人家卖儿卖女。要不是来了陆大人整治，我们这地方早就成饿殍地了。没错，赈灾的钱被贪官贪了。朕竟不知，朕的百姓过的是这样的日子。他们口中那个年年巡查、冒领灾银的官员，昨夜潜逃途中被截获，已经就地处决了。所有涉贪赈灾、勾结奸商的官吏，一概斩立决，余党全国缉拿，一个都跑不掉。这3年90万赈灾银，朕会连本带利全数追缴，一文不少还给南中百姓。可就算清了这批人，也不过是拔了几根蛀虫罢了。大雍数百州郡，这般瞒上欺下的官吏还不知有多少。杀了一批，还会有新人冒出来。国库空，百姓穷，天下穷困到了根子里，才养出这么多贪腐。只靠杀人，终究解决不了根本。陛下说的是，滋生贪腐的从来不是人心，是这套沿袭千年、任由层层盘剥的旧制度。国库穷，百姓穷，光靠杀官没用，只有让国家富起来，让百姓有实打实的活路，才能真正断了贪腐的根。
朕知道了，明日随朕回京。朕要亲手推戴这套旧规矩，让大庸真正富起来。臣遵旨。南郡精兵护驾回京，朝局风雨欲来。臣没有错，世家掌权，粮商掌势，是传了几百年的祖制。哼，路人那套旁门左道，才是祸乱朝纲。臣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守住大庸的根基。事到如今，臣不后悔。守住根基，你结党营私、贪墨灾淫、调兵围杀、钦差，把百姓逼到卖儿卖女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根基。成王败寇，臣认了。不必多言。李崇贤结党乱政、贪墨害民，罪证确凿，着革去一切官职，抄没全部家产，押入天牢待斩，其党羽一并彻查。李崇贤一党已清，朝堂阻碍暂平，但朕清楚，杀官易，复国难。南郡3年，岁入不足10000两，增至120万两。朕今日召你，不是封官赏爵，是诚心求教，要让大庸全境如南郡般，国库充盈，百姓安居。该用何法？你想推行的规制，朕亲自牵头改。陛下当真要行此险路，此举要动天下世家根基，必遭层层阻挠。朕意已决，世家盘剥千年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这条路再险，朕也必须为天下人走通。陛下有此心意，是天下百姓之幸。复国之法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，核心不过3件事。哪3件事？臣以为，当改田赋，兴实业，通商路，打破世家对盐铁粮食的垄断，让利归于国，让利于民。让益于民说来轻巧，真要推行，怕是要捅了马蜂窝。臣最担心的正是此事。世家盘踞朝堂100年，根基盘根错节，新政推到地方，必会被层层克扣，反倒苦了百姓。朕清楚，这帮老臣绝不会坐视自家财路被断。你觉得该如何破局？守在立威，次在银信，先拿带头阻挠的勋贵开刀，杀鸡儆猴，稳住朝堂，再以新政实效说话，百姓得了利，地方自然会跟上。好，明日早朝，朕便亲自把新政摆到台面上。朕倒要看看，谁敢站出来拦这条路。这些年，朕处处迁就世家，换来的是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。这一次，朕不退了。新政要推，但规矩也得先立住。你有什么底线，尽数说来，朕都应你。臣却有3条底线，事关新政成败，需陛下应允。你说，朕听着。其一，新政以民为本，谁敢借新政盘剥百姓，无论品级高低，一律杀无赦。其二，盐铁粮堂尽数官营，平价授予百姓，彻底断去豪商打盘剥的根基。其三，新政框架落地，各州布上斗轨后，臣请归南郡坐镇。一则守好天下样板，二则避开朝堂党争，免得分散新政新力。臣无心官爵，只愿做实际。这3条，朕全数准奏。只是明日早朝，这帮老臣必然抱团阻挠。你以为该如何破局？首恶必惩，胁从不问。先拿带头阻挠的勋贵开刀立威，观望之人自会收敛，不必牵连过广。
先把新政扎实推下去为重。明日早朝，朕便亲手破开这盘根错节的百年困局。为充盈国富，安养600万百姓，朕决意推行新政。朕只问一句：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臣反对！此乃擅改祖宗惩罚，动摇国本。还有人反对吗？臣反对！祖宗惩罚不可轻改，此举必动摇国本。臣反对！新政断士族根基，必致朝野离心，天下大乱。臣拼死反对！陛下独断塞谏，非明君所为，叩请收回成命。既然如此，来人，将这几位拖出午门，斩、立、决。你擅杀勋贵功臣，你就是暴君！暴君，陛下杀的是吸百姓血的蛀虫，护的是天下生民的活路。诸位守着祖宗惩治，可曾管过百姓饿殍遍野？新政断的是你们的财路，救的是千万黎民。诸位口口声声祖宗惩罚，动摇国本，可大用6000万百姓食不果腹，年年旱涝饿殍遍野，10亿一发，十室九空。诸位谁能解此困局？有人站得出来，臣即刻辞官归乡，新政拱手相让；站不出来，就闭上嘴，看着新政救民于水火。既无人能解，即日起，新政全数按陆钦所奏推行，胆敢阻挠者，与方才几人同罪。皇帝铁了心要刨我们的根基，软的硬的都不吃。既然他不念勋贵情面，就别怪我们行非常之事。阻挠新政的勋贵世家，尽数革职抄家，盘踞百年的盘剥根基一朝瓦解。新政铺开数月，改革初有成效，民生气象焕然一新。这新政一刀砍在梁架上，是刨我们世家几百年的根基。区区7品芝麻官也敢在京城动我们的家业，不知死活。断我们财路，就是跟满朝世家勋属死磕到底。传令各州粮行联手收粮囤货，把市面粮价抬上去。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跟整个世家斗。陆大人，新政推行雷厉风红，只是斗米10文，未免太不近人情。世家几代人的营生，总不能毁在你一个县令手里。哦，
收粮运粮，上下打点哪一样不用本钱？10文1斗，世家上下几百口人，喝西北风吗？若大人收回成命，世家各府自有厚礼相送；但若是执意孤行，这京城的水可比大人想的深得多。你们趁春荒囤粮不受，逼得京畿百姓卖儿卖女，路有饿殍。粮价涨1分，便有100户人家忍饥挨饿，拖到最后就是家破人亡。哼，草民贱命，饿死几个又何妨？历朝历代哪年没有饿殍？陆大人初入朝堂，该懂的规矩得懂。断世家财路，对你没半分好处。我倒想问，你们垄断粮食，践吞良田，放债逼命，吸百姓的血养自家富贵，到底横行多少年了？这些行当自古便是世家把控，随行就市，是传了几百年的天经地义。多少人家破人亡，才堆起你们世家的金山？你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沾着百姓的血。路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世家的名声不是你能随意玷污的。路人，你别太得寸进尺。不过是些贱民的死活，也值得你跟整个世家阵营翻脸？我只问你，近3年京畿各州因你们囤粮饿死的农户，被你们贱价夺田的民户，被高利债逼死的佃户，一共多少条人命？祖宗定下的规矩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治回。账册上桩桩件件记得清楚，你们趁灾抢劫、吞田害命，哪一条不是死罪？别拿祖宗规矩当遮丑布，你们守的从来不是规矩，是吸百姓血的特权。从今日起，天下粮物尽数收归官营，平价售粮，保障民生。你们囤积的所有私粮，即日起按平价收购，全数收归官仓。敢私囤1斗，敢哄抬半文者，按害民罪论处，满门抄斩。你敢？粮物官营是动摇国本，满朝文武绝不会答应。路人，你别太过分，真把世家逼到绝路，谁都没好果子吃。绝路？你们断天下百姓的活路，断了几百年，如今不过是让你们少赚些黑心钱，也配喊冤叫缺？世家不过是马前卒，真正的反扑已经在路上了。动了世家的粮袋子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啊！河东3镇叛将勾结京中世家余党，矫诏起兵，先遣凶兵夜烧南郡边境官仓，8万主力已渡过河东下，直扑南郡县城。叛军勾结京中旧臣为内应，先烧边境粮仓，再挥师南下。好胆！朕尚在，他们便勾结旧臣，矫诏兴兵，焚我官仓，公然谋逆。诸卿，可有人敢领兵出征？臣等无能。臣请指挥南郡领兵破敌。陛下，叛军仗着内焰烧仓，
料定我军只会龟缩守城，他们刚渡河东下，营地未固，正是松懈之时。臣认为，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主动出击，直捣大营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出击？疯了吧？路人小儿，你粮仓已焚，粮草断绝，开城投降，本将留你个全尸。否则，8万大军踏平南郡之日，便是你命丧黄泉之时。还挺突然的。区区7品知县，不好好缩在城里等死，竟敢主动送上门！将军连夜奔袭，烧了一座边境空仓，便真当南州无粮无人敢战。你带8万兵南下，今日便是有来无回。弟兄们，冲过去，剁了路人！县城里的钱粮、女人，全归你们！火枪队3轮齐射，打垮前锋。炮队分2路，一路砸冲锋骤行，一路端他大营。仗着火气逞凶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卸了炮，真刀真枪拼一场！规矩！放你娘的屁！你们夜烧官仓的时候怎么不讲规矩？不可能！我8万河东精锐怎么会输给你一个小小知县？不可能！你以为烧一座粮仓就能困死南郡？却不知南郡官仓民仓早已充盈，百姓人人有粮。你以为边地小县不堪一敌，却不知新政之下，人人愿守家园。你们这群靠盘剥百姓、祸乱地方起家的人，从举兵作乱、自大进犯河西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要输。叛将谋逆，荼毒地方，当场斩首！首级传示河东3郡，以儆效尤。河东一战，火器之力已见分效。自今日起，经营与13边镇一体改制，依照南郡操点设立火枪营，列装制式火炮，兵帐局扩编3倍，专司火器弹药铸造。凡演训不力、延误改制者，以贻误军系论处。臣等遵旨。军改推行1年，火枪营建设过阵，制式火炮列装全军。大拥军力突保地谷，投降乌南郡县城的守军。大拥军力脱胎换骨，水泥路通连各边镇，粮草军械转运提速3倍，边防关隘日渐坚不可摧。内有仓庐，外有坚甲，大拥再不是旧日任人扣关的模样。报！边关急报！鞑靼大汗亲率3万铁骑，趁边军换防突破北境，连破3城，兵临云州，沿途烧杀劫掠，百姓死伤惨重。北边的鞑靼人还活在铁骑无敌的旧梦里。鞑靼趁虚而入，兵临云州。诸位爱卿，谁愿领兵北上御敌？奏请先以岁币安抚，再调京军缓缓图之。陛下，
碎币换不来边境安宁，只会养肥鞑靼人的胃口。臣愿领南郡火破营，即刻北上，以云州城为饵，打垮这3万铁骑。火器营怎么拦得住3万骑兵？骑兵善冲，却怕炮轰；善野战，却难克坚城。臣不用追，只需让他们攻不上，跑不掉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好，朕命你为北境行军参议，持节节制云州守军，即日北上。中原懦夫向来只会缩在城里苟活，今日竟敢出来送死！凡我铁骑踏过之处，寸草不生。等踏碎你们军阵，云州全城一个都活不了！火枪队3段轮射，压住前锋。怕什么？枪子儿打不了几轮，继续冲！炮队标定敌酋中军，齐射！两翼齐营不必远追，收拢俘虏，清点战果。两翼齐营不必远追，收拢俘虏，清点战果。臣信不辱命，鞑靼大汗以伏诛，草原各部地表称臣，北境可保100年太平。陆清千里退敌，居功至位，回宫，朕亲自为卿庆功。镇国公一字并肩王，高官厚禄朕都舍得给。你有惊天畏地之才，屈居县令岂非屈才？陛下，天下之大，自有贤臣辅佐新政。可南郡的百姓习惯了臣在，南郡的稻子该插秧了，工房新农技等着调试，艺术的孩子还等着臣回去看课业。臣的根在那一方小县。臣此生所愿，不过守一方百姓，让人人吃饱饭，读上书。如今新政已开，天下终将太平，臣的心愿已了。世人皆往高处走，偏你功成身退，半点不留恋。这天下留得住你的功绩，终究留不住你的人。宿主3年任期已满，南郡达成天下第1县评级，民生、防务、产业3项全满，即刻启动返城程序。3年深耕，换得1县安定。系统，我这答卷还算合格。综合评定为卓越级，宿主超额完成所有既定目标。好，卓越级，能给南郡留下这满城烟火，也算不枉我来这一遭。才3年光景，南郡繁华，竟已不输京城半环。他当初说要守好这1亩3分地，到底是说到做到了。这满城光景全是陆大人的功劳，只可惜他走得悄无声息，没人知道他去向。走，去县衙看看，兴许还能寻到些他留下的痕迹。他走之前可留下什么话？回陛下，陆大人临走只留了一句，他说心愿已了，不必寻觅。陛下，您说陆大人到底去了哪里？他从何处来，便回何处去了。3年前朕来南州，本是为查一桩贪墨案，没成想竟遇上了一个能给大庸换了人间的人。他凭良价修水利、造火器、退鞑靼，救了千万百姓的性命，到最后什么封赏都不要，只守着这一方小县。这世上争名夺利、想称王拜相的人千千万，肯弯下腰给百姓插秧种田的，
朕只见过他一个。